耶！终于拿到了 RS6700 XT 虽然我赶不上首发的阵列，但是还是从华硕那搞来了一张 TUF RS6700 XT O12G Gaming 的显卡，同时也来和各位分享这张 RS6700 XT 更多的详情与特点，以及我对它的一些相对比较主观的看法。如果你刚好对这张显卡颇有兴趣，那么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了。RS6700 XT 采用核心代号 Navi 22，核心架构为 RDNA 2，基于台积电7纳米工艺打造，2560个流处理器，40个 CPU， 拥有 12GB GDDR6 显存，显存位宽为 192B，TDP 功耗为230瓦。这些基础的参数其实不用我多说了，你们说不定比我还能倒背如流。不过这一张华硕 TUF 6700 XT OC 版在频率的部分，相比起公版有着明显的提升。GPU 核心的基础频率从2321 MHz 提升到了2418 MHz， 整整4%的提升幅度。不过加速频率确实是从2581 MHz 提升到了2622 MHz， 只有2%的提升幅度。不过就目前市面上所有的6700 XT， 最高的加速频率也都是在2622 MHz， 而且这张 TUF 还有一个惊喜，待会你们就会知道了。供电输出设计为双8 pin， 比起公版的6+8 pin 设计，在供电的部分也给到非常足，非常期待之后的超频表现。散热器规格也不遑多让，采用了3风扇加3槽设计。如果没看到这个 Radeon 的字眼，乍看上去还以为是3080，但散热器长度比起同样是 TUF 的3070或3080还长，直接来到了322毫米，甚至比起自家大哥 TUF 6800 XT 的310毫米还长。有趣的是，显卡 PCB 明显是没有那么长的，为何要特别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散热模具给6700 XT 呢？是不是因为显卡的功耗太高，还是因为纯属装逼用途呢？这部分就留给观众们自行想象吧。不过想要选择这张显卡，就要特别注意你们的机箱是否能够塞得进了。影像输出的部分则是一个 HDMI 2.1 以及3个 DB 1.4，这边也要特别说明一下。6700 XT 公版是没有 Type-C 输出的，因此这一回的 TUF 6700 XT 没有提供也算是正常。外观的部分保留了30系和60系同样的黑色风格 ，RGB 灯光也只在顶部右侧的一小部分。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一代的 TUF 显卡的散热器做工，不论是30系还是6000系显卡，其实已经和自家的 ROG Strix 是同一个规模的了。唯一较大的区别也就是在 RGB 灯光上。如果你刚好是在纠结到底是要选择 TUF 还是 ROG Strix 的显卡，若是没有 RGB 灯光的需求， TUF 相对会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说完了规格和外观，来看看这一张 TUF 6700 XT 的实际性能表现。另外也来和各位分享这一次的测试平台 ，CPU 为 AMD Ryzen 7 5800S， 主板为华硕 ROG Strix B550A Gaming，BIOS 版本为最新的1805正式版，并且开启 PBO2。电压曲线优化为全核心复数10，记忆体内存采用10圈 T-Force Delta RGB， 2条 8GB DDR4 3200 MHz 主 16GB 双通道。系统盘是 Vega SPG SS8200 Pro 256GB NVMe SSD， 游戏盘则是海康威视 C160 1TB SATA SSD， 电源是微光的 SPG 750瓦全模组，散热器则是酷冷至尊 ML360 一体式水冷，并且将风扇更换成3把 SF120M 高性能风扇。所有测试均以开放式平台进行。首先是 3D Mark Time Spy， 在默认状态下，6700 XT 跑出了12055的图形性能分。而在开启了 Zen 模式后，跑分提升到了12214分的成绩，基本上都处在3060 Ti 以及3070之间的水平。接着来看看游戏实测，首先是先看看全民网游 CSGO， 在 1080p 分辨率下，默认状态的6700 XT 平均能够获得484帧的表现，而开启了 Zen 后则是提升到了520帧。不过就算是打开了 Zen， 还是打不过3060 Ti， 更不用说3070了。而在 2K 分辨率下，6700 XT 默认模式为平均417帧，
开启了 Zen 模式后提升到了425帧，总算比起3060 Ti 更好一些，但还是明显不如3070的。然后是我最爱的 Dota 2，在 1080p 分辨率下，6700XT 平均能获得126帧左右，而开启 Zen 模式后则是在140帧左右。接着在 2K 分辨率中表现就有点不同了，6700XT 默认反而有了140帧，比起 1080p 还高。不过开启 Zen 模式后，同样保持在140帧左右，并没有实际的提升效果。这成绩我可是测了好几次得出来的，包括 1080p 和 2K 分辨率都是如此。如果你们以为只是这款游戏是这样的表现，那你们就错了。在绝地求生中，1080p 分辨率下开启3级制画质，默认状态的 6700XT 只有118帧，而开启 Zen 模式后的提升只有120帧。2K 分辨率下，默认状态的 6700XT 同样保持了118帧，而开启 Zen 模式后也是120帧。从这几个网络游戏中都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 6700XT 在较低的频率下的表现相对比较拉垮一些，随着频率的提升，6700XT 的性能才算是能真正的发挥出来，因此就有了在 2K 和 1080p 是一样或者有更好的发挥。再来看看比较吃显卡性能的单机游戏性能表现。首先是赛博朋克2077，在 1080p 最高画质下，6700XT 的默认状态下能够跑到95帧，总算是接近3070了。而开启 Zen 模式后，帧数提升到了98帧，提升非常的微弱。在 2K 分辨率下的表现，6700XT 总算超越了3070，来到了73帧的表现。Zen 模式下提升还是一样不怎么明显，来到了74帧的表现。而且6700XT 在这游戏是打不开光追的，因此就没有进行对比了。然后是 Control， 在 1080p 最高画质下，默认状态的 6700XT 表现来到了99帧，开启 Zen 模式后提升到了116帧，和3060 Ti 表现持平。至于光追嘛，看到这样的帧数表现，我觉得你们也不会想要继续了解的吧。换成了 2K 分辨率后，6700XT 的表现和3060 Ti 持平，来到了73帧。开启 Zen 模式后，帧数提升到了80帧，非常接近3070了。最后是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的表现下，6700XT 的表现来到了152帧，开启 Zen 模式后的表现为157帧，持平3070。2K 分辨率下，6700XT 也有109帧的表现，而打开 Zen 模式后提升到了119帧，表现比起3070更好一些。看完了游戏性能测试，来看看功耗表现吧。虽然6700XT 标称 TDP 230瓦，而且 TUF U70XT 52G 有着更加高的频率，但是在通过烤机测试后，实际的最高功耗也就只有195瓦。对比6700XT 本身的性能表现，能耗比非常的不得了。温度表现也非常棒，默认状态下，在开放式平台进行15分钟的烤机，6700XT 的温度表现最高只有62度，非常的凉快，而且噪音表现也相当的不错。这里我也录制了一段噪音测试给各位做参考。当然了，这是在烤机的时候的噪音表现。那么在进行实际的游戏体验下，噪音又是如何的呢？我同样也录制了一段给各位。再来，默认的频率表现也非常的亮眼。6700XT 在全天圈烤机下的频率可以加速到2600 MHz， 这放在当下任何一张显卡都不曾有过如此的高频程度。而我有在这个基础上给这张 TUF 6700XT 进行了超频，只不过 AMD 的驱动限制让我无法进一步的压榨下去，否则我觉得3000 MHz 都是没问题的。最终把这张 TUF 6700XT 超频到了2850 MHz， 超频后在 TimeSpy 的图形性能分也提升到了12931分。在进行了超频，也解放了功耗和风扇转速限制后，再进行多一次烤机看看温度表现。此时的6700XT 功耗已经提升到了225瓦。不过由于三风扇的散热器确实挺给力的，满速接近3000 RPM 的转速下，超频到2850 MHz 的6700XT 温度依然保持在最高64度。当然了，风扇转速都拉满了，噪音肯定得起飞了。接下来给各位感受一下。
最后总结老实说，虽然这张6700 ST 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今年的显卡市场大家也都知道不管它的表现再好再差，你能不能够买到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也不好意思说它的零售价了目前也只有在京东能够看得到5299元的售价。如果真的能够用得到这个价钱买得到，那就别等了好吗？赶紧买了就是了。不过有一说一，如果你真的在考虑选择哪一款6700 ST撇开6700 ST 本身一些奇怪的性能表现，这张 TUF 的做工确实不错不论是超频能力或是散热性能还是噪音表现都挺好的。等等，那为何还要做得比其他显卡还要长呢？好了，到这里这张 TUF RX 6700 ST O12G Gaming 的评测就算完成了。然后这张显卡也会出现在频道内的其他影片，到时大家也可以参考它在机箱内的兼容表现，以及和其他硬件的整机装机搭配。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记得点赞、评论、分享支持一下。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另外也欢迎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每个月都会有付费会员的专属直播教学又或者可以到 Buy Me a Coffee 打赏支持我。觉得这次影片意犹未尽的朋友，还能够到我的 Discord 群组来一同交流。除了有更多第一时间的数码科技内容分享，有装机需求建议的也能到那里寻求帮助。那本期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啦。